从不敢提笔到给妹妹发送语音磁带絮叨日常，雷欧已经在住的城市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住的城市每天一如既往的混乱忙碌。今天的雷欧依旧运气很好的被异性给缠上了，眼看着从600米的高空开始坠落，再过几秒就要记了。好在他有一群靠谱好队友，扎普手一挥就将孩子给救了下来。雷欧脑袋上的帽子里泡着一个奇怪的小东西，看似可爱的模样，实则是个吃人不眨眼的怪物。没错，这场骚乱又是飞姆托干的。这是他闲得无聊用自己的左手做出来的怪物，他会啃食周围的东西，并且疯狂成长。虽然再过6个小时就会死亡，不过在那之前会无节制的长大。扎普算是明白了，不管怎么着都不能让雷欧帽子里的东西掉出来，所以当罐子出现裂痕的时候，他立马用血变成绳子给它拴了起来。怪物已经成倍生长，变得跟下水道的老鼠一样又多又大。感谢吧，你有2个好队友。秘密结识的众人赶到，将周围的怪物都给清理掉了，但危机还在继续。超大型的新魔兽正在朝他们那边接近，这下周围是真的十面楚歌了。克劳斯选择带着队友们直接正面刚，后面紧随而来的新魔兽看到领头的直接被打穿了一个十字架，全都吓吐了。但雷欧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他脑袋上的新魔兽也掉了出来啊！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雷欧攒了一波钱，心心念念的买到了想要的游戏，又花大钱买了些零食，就为这些天能够手动 HD4。颤抖的手，激动的心，还没来得及把光盘插进去，就接到了扎普的电话。扎普让他赶紧把马路对面的窗户打开，刚刚一开，对面就发生了爆炸。紧接着扎普骑着小电轮飞出来，扔给他一个保险箱。雷欧打开一看，好家伙，是个人头。扎普让雷欧赶紧把那玩意儿送到事务所去，现在他们可是在被追杀呢。雷欧叹了口气，打开箱子一看，寻思这家伙有点眼熟，这不是美国大总统特使弗兰兹吗？另一条街道，委托的克劳斯2人来到了大使馆，见到了只剩一具身体的弗兰兹。他们推断这一起事件十有八九是无头人德拉干的。这家伙是最近的网络红人，属实有点变态。自诩优雅展览室，在网上分别展出数百个活生生的脑袋，网页也和病毒似的，不论政府如何封锁都无济于事。要是弗兰兹的头真的被展示出来了，别说2个世界激进了，怕是要引发战争。史蒂芬让他们不要担心，秘密结识的大家肯定会在会议开始前就将弗兰兹的脑袋抢回来。弗兰兹借走了雷欧的手机，想要联系自己人，雷欧便带他下了楼。幸好跑得快，紧随而来的几人一看就不想给弗兰兹活路，直接把雷欧的家给炸了。雷欧眼巴巴看着自己的游戏机和刚买的游戏卡带被炸毁，欲哭无泪。这下雷欧没得选了，只能把弗兰兹送到自己的同伴身边，那样的话政府说不定会赔偿他的损失。弗兰兹怎么也没有想到内鬼竟在我身边。收到通知的扎普还以为雷欧也被炸死在那个房间里，直接哭着烧死了一位幸运观众。杰克让他不要再哭哭啼啼了，赶紧收拾完去找雷欧。他肯定不可能死的，因为德拉下了很高的悬赏金，所以整座城市的地痞流氓组织都开始行动了。雷欧真是遭了老罪了，跑到小巷子里的时候差点没追上，好在黄骑士赶到，给他俩露了一手，他的手能够直接穿过敌人的肉体，抓到他们的心脏，诱发心脏病。雷欧一路狂奔，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友，本来以为能松口气了，结果又被指挥带着脑袋跑到联邦工会堂去。在队友们的帮助下，雷欧得以脱困，一路上都在跟弗兰兹聊天。他好不容易见到了胜利的曙光，这时候忽然杀出几台坦克，多股火速冲出来，想要保护雷欧。一转头才发现雷欧怎么不见了？好家伙，多国这一拳头直接给雷欧干来一箭回城了。弗兰兹让他不要再哭了，抱怨的话等失败以后想说多少都行，现在赶紧跑起来，少年，好好的思考一下吧，肯定有你现在能做的事。于是雷欧抄起同事的小电驴，再次风驰电掣的赶到了工会堂。距离工会他还有800米的时候，一排坦克又架了起来。雷欧立刻共享了视野，让几个坦克驾驶员看不清楚以后趁机溜了过去。本来以为事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结果雷欧没想到间谍竟然是秘书雷切尔。他因为不想跟怪物和谐共处，与弗兰兹产生理念的不同，所以才叛变的。别的咱就不说了，雷欧寻思克劳斯和史蒂芬你俩搁这装什么呢？两人表示这不是还没找准机会吗？说时迟哪时快，机会这不就来了。他们顺手把这个大坏种一起剿灭了。弗兰兹胜利的展开了会议，表达了他们对于新世界出现的兴奋。雷欧本来还美滋滋的想说等着政府的赔偿，结果却被告知想太多。雷欧就这样又被赶回了事务所居住，只可惜游戏机是没法拿回来了。扎普作死不是1天2天了，像今天这么严重还是头一回，连氧气面罩都给整上了。众人开着直升机徘徊在城市上空，找不到一家有空位的急诊。众人正愁着呢，忽然发现城市上空出现一个没有见过的建筑，看十字架应该是医院，但这个建筑刚刚明明都不在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不过对方的接机坪似乎已经做好准备了，几人将他扔在这里以后便离开了。雷欧看着眼前的主治医师，总觉得不太对劲儿，怎么看都只是个小孩子吧。雷欧没得选，只能先将扎普送进去，再将
将克劳斯两人叫过来。没想到史蒂芬和克劳斯还知道这个地方。3年前大崩落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在那栋建筑里。3年前那起事故发生时，纽约的上空都是漂浮的建筑物，被迷雾笼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7个小时。在城市的崩坏和重构仍没有结束，两人行驶在荒芜的大道上，听到了不远处婴儿传来的哭声。克劳斯告诉史蒂芬，他们要把这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于是便来到了布拉德伯利综合医院。赶来时，这栋大楼只剩下主楼了，门口还有2个大哥在把守阵地。通过以后，他们发现医院里全是来这里避难的人们，医院里也只剩几位医生还在帮着人们。其中有一位女医生卢安娜甚至点亮了能够站着睡觉的技能。平静的晚上被一阵枪声打破，工作人员指引病人前往建筑深处躲。克劳斯和史蒂芬两人则是出去会面了引发骚乱的血族眷属，对方似乎很兴奋能在这个地方遇到牙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和他们战斗一番了。两人选择血族眷属正面交锋，对方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更何况他还带了一只狗。那只狗越过两人直接溜到了医院内部。克劳斯告诉史蒂芬自己能帮他拖延1分40秒，赶紧解决掉那只野兽，然后回到这里。这时候一座高楼忽然压了下来，阻止了这场战斗。与此同时，术士协会的大家已经在这座城邦建立起了结界。等到克劳斯和史蒂芬两人回过神来时，眼前的画面就已经变成了交界都市的模样。那之后，他们曾无数次寻找这家医院，都一无所获。刚说完，3人的身后就发生了连环撞车案，紧随而来的就是医院里出动的救援小队。医生也没想到这2个家伙竟然还活着，便邀请他们进入了内部。医院里还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现在大都是疫情。扎普此时已经被救过了，负责缝合的正是刚才的小矮子医生。克劳斯刚拉住他就有丝分裂了。众人定睛一看，才发现这医院上上下下全是小矮子医生的身影。没错，这位医生正是3年前那位站着睡着的卢西安娜。众人只想问，这3年这医院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这个问题由赶来的院长马古拉德来回答。3年前，为游离于另一个世界的马古拉德一边治疗大家，一边在此处彷徨，无意间来到这间医院，看到了被杀死的卢西安娜，于是他们便做了交易。卢西安娜得到了能让自己分身，同时高速处理事情的能力，即便已经不是人类，她那份思念以及意志力仍然如此渴求着。卢西安娜告诉克劳斯，那时候在那里的274位患者的生命还未结束，他们正在以入殓的方式延续生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体内有那头巨兽释放出的种子，种子会吸取他们的生命能量。13个小时前，他们发现了这一情况，所以才浮到了这边来。营养素现在停止传送，那只狗肯定会来到这边。话音刚落，整个医院就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那只狗也进化成了不得了的形态。它一来就直接饱餐了一顿。卢西安娜的分身向他提出了条件，为了治疗本院的患者，需要他来帮忙。结果那只臭狗故意惹怒卢西安娜，想让对方揍自己。院长告诉他，他们是悬壶济世的存在，不可能这样做的。狗仗着他和病人有所关联，对方竟然不敢动他为由，嚣张的不行。扎普对着轮椅表示，你嘚瑟个屁，明明连蛋蛋都没有。在臭狗揍扎普的同时，卢西安娜突然合体，化身成了大姐姐形态，将他给分尸了。正准备打算将他捉来当小白鼠，他的血族主人又跑了过来，甚至还想杀死卢西安娜。克劳斯自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直接拦在了身前。继续僵持下去，肯定是克劳斯先失血倒下，但他并不会放弃，因为这一次他有机会制服这个怪物。躲在一旁的雷欧已经看到了这家伙的名字，不给他反应的机会，克劳斯便将他给封印了。坚持3年，他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胜利。这次受伤的只有扎普一人。在妹妹的呼唤中，雷欧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回到了被安装义眼出现的那一天。这次的义无反顾地重现了妹妹继承的命运无法改变，这一次妹妹还是献出了自己的视力。雷欧从噩梦中惊醒，发现市民们都在逃跑，一抬头才发现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城市上空。他赶紧跟着大家跑了起来，结果一头撞到一个黑道大哥身上，立刻就被对方给找了茬。他本来想在空中巡逻的黄球球，结果对方看他笑得这么开心，直接离开了。和他不同的是，刚才在家中睡醒的史蒂芬，今天他会举办一场家庭聚会，大家都在积极地准备着饮料和食物。史蒂芬接电话的时候笑得特别开心。家政妇看到以后表示，大概在这个时候他才不会像平时那么紧绷。看到他这么开心，自己也感到开心。而这边扎普刚和情妇睡完，另一个情妇跑来，还说自己家的猫不见了，要是他不帮自己找，自己就用咒术让他的鸡鸡爆炸，限时13个小时，要是找不到的话，就绝对不会解咒。说回雷欧，可怜的他被揍了一顿以后牙都掉了。他觉得气愤的是，自己要打给妹妹的钱被抢走了，为什么他不使用自己的力量呢？大概是大心底里觉得不想单纯为了自己而使用双眼。为了保护自己，雷欧决定让帕多里多克给自己准备一个防身的武器。虽然帕多里克给他推荐的都是相当牛逼的武器，但雷欧看上的却是一根电棍。他要的就是这种杀不了人但能防身的道具。他找到了刚才的小混混，让他把钱还给自己。对方看到他掏出了根电棍，一脸的不屑，
去，看出来雷欧不敢下手，是个好欺负的主，就骗他说自己装了心脏起搏器。趁他犹豫的时候，又是一拳还抢了他的电棍。回到酒吧时，他们看到了坐在吧台旁边的黄，老色批立刻上去勾搭对方，黄便顺势提出两人要不要比一比喝酒，要是自己输了任他摆布。精虫上脑的小混混当然同意了，没想到周围的人全都围上来，还开始下注了，就连平时不轻易出手的酒保都压了3000。比赛开始没多久，小混混就麻了，他们喝的这玩意儿简直要了老命了，喝一口，周围的声音就会随着血液在自己的脑海中共鸣3000次。再看黄喝的轻轻松松，他才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另一头，史蒂芬家的聚会随着朋友的到来开始举办，家政妇韦德注意到老爷子往回走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便有些担心他。史蒂芬让他不要担心，还让他先回了家。聚会也随之被推到了高潮。趁着史蒂芬转身去帮他们拿酒的时候，所有人都原形毕露。面对这样的场面，史蒂芬依然游刃有余。他是没想到居然有人敢下令胡捉自己，不过也多亏了这人，自己家才能完好无损。所有人都觉得他只是在逞强而已。史蒂芬笑着告诉他们，自己早就在玄关处发现了不对劲，对他们进行攻击了。那一跤就是为了让他的血能够在不被人发觉的情况下溅出来，再像针一样扎到在场的每个人体内。话音刚落，所有人都被冻在原地，动弹不得，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露馅的。史蒂芬告诉他，直到刚才自己还被蒙在鼓里，但他们在最后露出了破绽。为了躲过公寓的安防系统，他们花费重金选择了生化枪，但又因此拉里的重心要比10天前更靠左。而爱莲为了遮住人体兵器的润滑剂香甜味，喷了过多的香水，这并不是他的作风，所以接下来就要做好偷袭失败要受到惩罚的。酒吧这边，小混混不及黄直接晕倒在地，伴随着大家的欢呼声，黄也拿走了自己的报酬，他们两人的钱包。接下来他们将面对的是高达1950元的花销。眼看这群小混混给不上钱，又想施以暴力，这一次交接都市的众人将会好好的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往回走的雷欧半路上遇到了扎普，对方一上来就是大人长大人短的，请求他用神之眼帮自己找猫。他哭诉自己的鸡儿被下了诅咒，还有半个小时就要爆炸了，他可不能没有了自己的鸡儿枪。雷欧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看他这么慌，还是决定帮一手，就算是他的双眼也找不到没有见过的猫。扎普哭了，只觉得胯下一凉，有些时候缘分就是那么巧合。用身体补偿了债款以后的混花二人组遇到了那只猫，两个小灯泡差点就跟猫打起来。路过的韦德正好路过，将他们给分开。开车离开时候见到了路边上怀疑人生的史蒂芬，跟着韦德特一起下车的是他的2个孩子，他们家刚才的小猫和那2个混混一起给带走了。几个人在路边谈笑风生的时候，史蒂芬向韦德特道了谢。这时候骑着小电驴路过的2人也见到了史蒂芬，看来扎普保住了自己的小兄弟，原还真是妙不可言。何谓人体瞄边大师？5个人开枪94次，居然1枪都没有打中目标人物，这就是黄所在的人狼局。队员们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局长心态好得很，他觉得少女们就去参加间谍活动就行了，杀人这种暴行神估计也不允许他们参加。次长德里米德两眼一黑，局长你就宠他们吧。道别后，黄像往常一样在城市的上空闲逛，不过今天他有了一个小跟班，少女想询问他关于蝴蝶的事情，因为自己的存在感太弱了，所以他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如此的执着。蝴蝶对于人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人狼拥有不可视的能力，不可视不仅仅是看不到，而是他们小范围的修改世界的规则，使自己从世界中消失，而在此期间不会受到任何物理伤害。这个超强的能力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如果超越了能力的极限，那么世界就会默认人狼已经消失，他所存在的记忆以及做过的事情都会被抹去。而蝴蝶上所记载的则是人狼们的执念，也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有人狼因为使用能力而消失的话，蝴蝶能将他们重新召唤在这个世界上，因此乱用蝴蝶极有可能会造成致命伤。黄也不建议对方随意的猜测别人的蝴蝶是什么。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便转身离开了。路过公园的时候，遇到了正在和纳吉约会的雷欧，因为联系不到对方，所以被隔了5个小时的雷欧非常生气，想让他花钱买个手机。然而纳吉是个汉堡命，有买手机的钱早就拿去吃汉堡了。雷欧为了惩罚他，决定2天都不找他，也就是说他2天吃不上汉堡。在纳吉的哀嚎声中，黄利用自己的能力隐藏身体后，丢给了纳吉一个小本本，假装是汉堡精灵，让他以后把重要的事写在小本本上，随身携带，免得他又忘记。做完这一切后，黄就转身离开，深藏功与名。路上他接到了史蒂芬的电话，告诉他人狼队这样，那家伙应该也不敢再搞什么血界眷属士兵计划了。史蒂芬对他表达了赞扬以后，告诉他接下来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可以好好的在家休息一下。听到这话以后，黄露出了笑容，开心的往家赶。虽然家中乱的跟个垃圾场似的，不过小床才是温柔乡。黄虽然陷入了香甜的梦境，但老板他们仍然在工作。克劳兹再次和阿鲁下棋，获得了最新的情报，这一次依然
然是折磨人的棋局。克劳斯之所以要去和阿鲁做交易，是因为军方已经注意到了人狼部队以及他们特殊能力的存在，他们想要将其给彻底的杀死。给他们出主意的人似乎对人狼非常的熟悉。转天刚到事务所的黄就接到了次长的电话，召集众人后，他告诉队员们，国内的8个导弹基地中的一个进入到准备发射的状态了，目标不明，同时也在附属位置捕捉到了 BB 病毒弹头的情报。一提这个子弹，那就多少是和血族眷属相关。艾梅丽娜觉得这99%是陷阱，次长当然知道，但他们无法坐视不管，能够阻止这件事的只有他们，因为戒备森严。这次他们打算从高空自由落体进行入侵，但敌人也不好对付他们，刚往下坠，导弹就已经发射了，无法阻止的话，他们只能让其无效化落到海面上。狼人小队使用不可视的能力潜入到了内部，对方虽然已经料到了他们会来，但对于狼人部队的行动能力还是感到叹为观止。克劳斯不知何时赶到了狼人局这边，将一张照片递给了局长，询问对方是否认识照片上的女人。这个女人名叫贝尔贝德，正是不久前给军方提供线索的神秘人，也是之前人狼局的成员之一，和之前在人狼局时的形象变化很大，估摸着是他不断整形才苟活于世的。德米利德气坏了，早知道那时候就把他给杀了。之前那次作战让他失去了可以抓住人狼的听力、眼力以及嗅觉。这张照片是2个星期前拍的，密接社收到消息，贝尔贝德和过敏王泽拉德做了交易。这家伙这13王中也是非常棘手的存在，感受着交界都市洪水般的声音、光线以及震动，重复着狂暴和觉醒的他，要是给贝尔贝德什么能力，那么毒手定然会伸向不可视的人狼。果不其然，他们猜的没错，此时人狼队的众人已经被贝尔贝德给缠上了。艾梅丽娜没有想到，他们都已经高度稀释了，竟然还是被这家伙给抓住了。贝尔贝德告诉他们，就算再怎么分割，1也绝不会变成0，只要是存在，就能感受到其存在的知觉。为了和过敏王交易，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目的就是为了向人狼队复仇，因为他们毁了自己的发财梦。接下来他只需要把黄抓住一并消灭掉，就能坐享渔翁之利了。艾梅丽娜赶紧给黄下命令，想让他立刻撤离，但炸弹爆炸迫在眉睫。听到他们的对话的黄笑出了声，不可视的人狼竟然被有实体的家伙给束缚了，说来实在可笑。但不管这双手从哪个方向进行捕捉，都无法抓到黄，这就是水平的差距。贝尔贝德这一下是彻底慌了，调动了3档感度都无法感知到对方的存在，直接启用了4级。尽管如此，依然没有办法找到稀薄的黄。等他找到黄的时候，对方已经更加稀薄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这是对方故意露出马脚在挑衅他。气急败坏的贝尔贝德启动了第13级别的感度，队友们都劝黄不要再使用能力了，要是这样下去，恐怕会消失殆尽的。但黄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用这个方法去救自己的队友，一枪杀掉了贝尔贝德。队友们也在最后5毫秒的时候按下按钮，拯救了人类。总部通知他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但黄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所有的人都不记得关于黄的记忆了。德里密德只能赶紧让克劳斯他们拿上黄的蝴蝶，去他家将他召唤回来，因为他是最想回到这个世界的，他也有必须回到这个世界的理由。史蒂芬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但他还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来到了黄的家。一开门就看到对方一脸尴尬的抱着家里的垃圾准备收拾。没错，黄的执念正是害怕同伴们突然去他乱糟糟的家里做客。借此，黄再次被召唤回来这个世界，大家也找回了关于他的记忆。克劳斯甚至贴心的准备了欢迎黄归来的庆典。吉叔每天都在忙着事务所忙上忙下的订购东西，雷欧这天也跟着他一起搬货。两人话还没说几句呢，吉叔就被突然袭来的飞鱼给击飞了。只听咔嚓一声，吉叔的老腰断了。虽然他还想逞强，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坚强了。凯瑟琳女部长听说他受伤以后，给他打来了慰问电话，顺便派遣了协助人员过来帮忙。于是隶属克劳斯家族特殊管家部门的雷诺尔堂堂登场。这家伙一来就气势磅礴，看上去非常靠谱。和吉叔一样，雷诺尔也是战斗管家，听上去很强的样子。这家伙也是真的强。克劳斯放松警惕的时候，甚至察觉不到他的移动。最让人震惊的是，克劳斯竟然喝了除了吉叔以外的人所泡的红茶，这家伙相当了不得呀！手上的扎普来到事务所，不出10秒就能被包扎好。不过雷欧果然还是觉得吉叔这个人比较神奇，不管发生什么，好像都是不为所动的样子，也没见别人跟他起冲突，可以说存在感
感减至为0。尽管如此，他依旧每天安静地站在不远处。工作结束之余，雷欧带着雷诺尔逛了一圈交界都市，顺便告诉他这座城市最好不要提到莱布拉的名字，他们挺招人恨的，还被别人给警戒，所以低调就好。两个人穿过小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异形，他以极快的手速偷走了雷欧的东西，诺埃尔竟然一眼就看到了，甚至赶在对方拔枪之前就将他给制服。雷诺尔有些关心，雷欧要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不是早就被偷得精光了。雷欧说，我留了一手，把钱分开揣在了不同的兜里，钱包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委屈自己可比和别人起冲突显而危险好多了。雷欧说的话让雷诺尔记在了心里，回到事务所的时候，他就抓到了偷偷内训的技术，这是莱布拉的指令联络系统。不论如何，这个工作他都不可能让雷诺尔来做，因为这项工作非常的危险，一旦知道莱布拉的全貌，他的大脑就价值连城了，不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会对他穷追不舍。和这些家伙比起来，人界的身手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水平不足。雷诺尔感觉很受伤，就连雷欧那样的少年都能随意进出，为什么要排挤自己呢？说完后，他就为自己的失礼道了歉。技术安慰他，正直是你的美德，不必在意，但你要知道，战斗不只是有正面交锋。雷诺尔其实一直都很憧憬技术，他刚到莱茵赫兹家的时候，就已经和三少爷克劳斯一起来到交界都市了，有必须要守护的东西，而自己正是能守护那东西的少数人，因此必须挺身而出，是十分高贵的义务。雷诺尔以为自己能帮上忙，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大逼斗。雷诺尔喝了口酒就直接昏迷了过去，整个酒吧也瞬间变成了原貌，将他一口吞掉了。原来是那天寻衅滋事的小混混在报复他，在查看了他的大脑以后，发现这家伙竟然和莱布拉有关系，这就意味着他能卖个好价钱。小混混瞬间叽叽叽地笑了起来。第二天，大家跟往常一样来到事务所，杰特在和雷诺尔擦肩而过时，听到了机械运作的声音，察觉到了不对劲。当然，吉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不被发现，他们用摩斯密码进行了交流。结果惊悚地发现，雷诺尔的脑子被他们给抽走了，并且他也不知道放在了什么地方。吉叔便让他坐到操作席上，仔细看出现的文字。这么做就是为了互动那一边偷走了雷诺尔脑子的异形，顺便让雷欧借此机会寻找雷诺尔的大脑。找到位子以后，克劳斯立刻站起来表示他要去，吉叔就劝他三思而后行，要是让他知道自己劳烦了主人，还让其暴露在危险之中的话，肯定会悔恨终生的。吉叔让他不必担心，自己会帮雷诺尔将脑袋给夺回来的。但吉叔没想到，这群小伙子竟然跟着自己一起出发了。另一头，发现连接断开的异形们在考虑着是否要将雷诺的脑子直接摧毁掉。这时候，雷欧又用神之一眼连接到了现在的画面，就是告诉这群异形，他们有3个选择：马上解放他的大脑离开那里，或者是和他们战斗被他们夺回大脑，不过出现牺牲者是不可避免的。第3就是破坏他的大脑，当然这种情况他们一个都别想跑，全部都会被大卸八块。那头的异形觉得吉叔有些太天真了，被惹怒的吉叔告诉他们等着瞧吧。话音刚落，车子就已经闯进了异形的工厂内。一阵混乱中，雷诺尔的大脑飞了出去，但被异形的头头给抢走了。这场战争还没结束，但是工厂已经被摧毁掉。看着身后穷追不舍的异形，吉叔一个不留全都轰了，还以极其华丽的姿态从对方的导弹之中穿了过去。那边的异形头头也不好对付，直接一把双刀砍了下来。他以为胜负已定，吉叔就告诉他，真正天真的是你才对，你斩断的只不过是自己的绷带罢了。敢挑战再生者，你不要命了。虽然雷诺尔全程都是大脑放空的状态，但还是叹为观止。他没有想到吉叔竟然是再生能力者，吉叔一般也不会用这个能力，除非受到了致命伤才会使用，平常的他就只是个老人家罢了。但是他很喜欢这具身体，这样就可以一直陪在克劳斯身边，陪着他完成工作了。这一遭让雷诺尔学到了许多，自己果然能力不足。吉叔盛情邀请他待在拉布拉工作，害得小脸一白，赶紧表示这就免了吧。雷欧这么牛逼的能力，居然有滑铁卢的一天，毕竟这个奇妙的世界总有那么几个没有眼睛的异形。于是失去了战斗力的雷欧完全变成了普通人。扎普选择将他丢出去，用铁头功撞飞对手。雷欧两眼一黑，就陷入了黑暗，只能看到妹妹的背影。他发现自己在医院里醒来，卢西安娜医生走进了病房。雷欧询问他能不能让自己的妹妹来这边做手术治好双腿。医生告诉他，这边的治疗是基于这边的法则，如果去往人间界，不保证伤口不会无法复合，当然也有可能造
造成意外，导致妹妹变异之类的，哪怕跟以前看上去一样，风险也是难以估量的。雷欧便问了一嘴关于自己眼睛的事，这还是卢西安娜第一次看到神之一眼。雷欧之前调查过，每一个获得这项能力的人周围都有一个失明者，这个传说是真的吗？听到这个话题，院长也跟了过来，告诉他们，不管人界、异界，共计53册文献都是如此记载的。他知道雷欧想让自己的妹妹恢复视力，但这53册文献没有一例有关摘除的记录，那摘除神之一眼也无法作为治疗行为，而单方面的抛弃与神性存在的契约会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这下雷欧真的无计可施了，一回想起小时候的记忆，他会觉得特别对不起妹妹，也特别对不起克劳斯，因为他根本无法看到希望的光。虽然他总是会有这样的悲观想法，但在踏入事务所那一瞬间，悲伤就注定被打散，因为事务所里的每个人都格外的温柔，包括今天的史蒂芬。只是平时不苟言笑的史蒂芬，今天笑得如沐春风，多少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后背发凉。克劳斯给了史蒂芬一杯红茶，让他不要太勉强自己了，但他们今天不得不干。为了避免地震存在被召唤，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受伤，他们必须要迫于加密，将对手给逼上绝路。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史蒂芬摁下了按钮，演算就此开始。他要找到那群家伙的罪行，将其公之于众。话音刚落，不远处就传来了爆破声。众人一看，发现竟然是1年前被抓进监狱的拉普纳里奥医生。在事态变得更糟糕之前，众人紧急集合，决定先去解决掉他。就此，房间里也只剩下了一个员工。他们前脚刚走，后脚阿尼拉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一抬头才发现屋顶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蚊子，而他的身后也出现了一个巨型蚊子。这一波是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史蒂芬发现连续不杀阿尼拉之后，就察觉到了不对。回到事务所楼下时，发现任意电梯也消失了。高劳斯表示，入口不止这个，再找找其他的吧。众人一番搜索后，才发现所有的入口全都消失不见了。无奈之下，他们只有请来开锁师傅尤里安。尤里安插上机器以后，告诉他们，事务所进行2级戒备状态了，几乎从内侧完全的被锁上了。目前来说，从物理上还是魔术上，他们都没有办法介入其中。毫不知情的黄刚往这边赶，还没来得及接通史蒂芬的电话，警备系统就对他轰了一枪。查普克杰特赶紧将他给救了上来。黄告诉他们，在那一瞬间，自己看到了事务所内有非常多巨大的昆虫，全都是身长超过1米的大蚊子，看得人头皮发麻。如果这群蚊子能在短短2小时内入侵并繁殖的话，那就同样可能会进行超出常理的进化。解放还需要3个小时，这才刚刚开个头，麻烦就已经来了。地震存在降临，要是对方的指尖触碰到地面，就要开始地震了。这时候 KK 给史蒂芬打了个电话，告诉自己已经架好枪了，让自己用一发电击弹直接把所有的蚊子全都解决掉。史蒂芬难得变得如此不淡定，他大喊着不要啊，里面还有电脑正在进行演算，一枪下去绝对都报废了。最重要的是阿尼拉还在里面，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说话间，今天老板又接到了蚊子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认识到自己存在，也不过区区数十分钟就已经让他能够追赶上人类的水平了。他没什么想法，就是想在进化到神之境界前霸占这里。说完他就启动设施，将整栋大楼安排进了1级戒备状态。雷欧看到了许多光网，同时将视野共享给克劳斯。克劳斯决定了，他要爬到楼顶，然后进入其中。这样做显然很危险，但不这么做的话，这座城市就完了。于是雷欧紧紧地搂着老板的脖子，生怕摔下去变成肉泥儿。雷欧发现不管发生什么，克劳斯好像从来没有选择过放弃。同时 KK 的远程协助他们。蚊子王稳如老狗，毕竟这座大楼的防御固若金汤。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被骗了，他们在阳光的同时进行了偷袭。他赶紧叫出自己的蚊子大军进行袭击，殊不知自己又被摆了一道。尤里安在楼下趁机解除防御壁垒，缝隙虽小，但也足够他们挤进去了。这边的危机解除以后，史蒂芬和黄赶紧来到了召唤地震存在的4个小瘪犊子的出租房里。在他们按下按钮的前1秒就被冻成了冰块，成功阻止了召唤的史蒂芬吓得腿都要软了。解决完一切事后，事务所也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备检修。刘和扎婆本想去薇薇安的餐厅好好放松一下，没想到这么好的地方竟然被老板和史蒂芬给发现了。看来这段时间都别想着放松了。最近交界都市有个大火的天空阁楼网红酒吧，要想去这个地方消费，还必须得抢到限量的票。刘运气好，正好给抢到了。看来今年的新年派对应该别有一番风味了。刘高兴的来到了杰特的培养皿旁，告诉他自己订到了这家店的票，今年聚会肯定会来很多莱布拉的秘密成员，这样就能向大家介绍杰特了。走出房间以后，刘就听到了史蒂芬在和扎普聊关于杰特的事情。他作为半鱼人，想要维系生命所需要的设施费用
非常高昂。扎普这家伙就是小气，更何况杰特还是自己的师弟，他就更加严苛了。没想到一番怪话全被杰特给听到了，这得多伤人呐！杰特黯然神伤的离开了事务所，想去别的地方找一份工作，结果又没有经验，也没有学历，没有担保，甚至没有签证，所以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无所获的杰特只能来到酒吧借酒消愁。他是人和鱼诞生出来的孩子，所以不完全算作异形。伯爵的家遭到了一场变故，背弃圈养的他被师傅雪斗神给捡了回去，因为他能听懂对方说的话。不过那时候的师傅就已经说了，他想要活下去的话，就要做好面对在外界没有同胞的孤独。结果自己不过是从一个地狱到另一个地狱罢了。杰特这么想着，伤心的往回走的汽车擦身而过时，车上的少女注意到了他，不准确的说是注意到了他脖子上戴着的耳机。这个耳机是世间罕见的梦幻超高级音响设备，工学角度已经无法重现了。只要戴上这个耳机，就能听到神之启示。这样的超文明耳机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他一声令下，让手下想办法搞到杰特的耳机，搞不到就直接杀人越货。杰特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抢走了赖以生存的耳机。失去耳机的他无法在陆地上呼吸，直接晕倒在了原地。刘志头带着死角扎普在马路上寻找杰特，好心劝他跟师弟道个歉，晃眼就看到了路边上一堆人围着的正是晕倒的杰特。他们赶紧将杰特扔回了他的培养皿中。一群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是路上呼吸装置是他专用的，到底是谁闲的没事抢这玩意儿？要是找不回来，只能花1个月时间等新品到了。这就意味着新年派对参加不了了。雷欧崩溃了，他一低头，忽然发现杰特原本在自己的培养皿边贴了宣传单，看来他真的很想去参加这场派对。无论如何，他们都一定要把这稀奇给抢回来。他可不想坐以待毙，白白放弃。和杰特事业共享以后，雷欧看到了抢走他耳机的是2个穿着军大衣的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疫情开始暴走了。大家收拾准备出动。雷欧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去帮杰特找回耳机。这边的工作黄派不上用场，便跟着他一块儿来了。杰特沉睡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个师傅第一次遇见时的画面，他用血斗术帮助了自己在陆地上呼吸。于是他第一次迈出了培养皿，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无论是喷泉、蝴蝶，还是亭亭如盖的树木，都是他没有见过的景色。他挣扎着从梦境中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事务所，基叔也在一旁等着他。说回到刘和黄这边，他们已经查到了抢走耳机那波人是最近迅速崛起的军火企业瓦尔哈拉动力的工作人员，一听就不好对付。他们只能先思考对策了。扎普这小子忽然从天而降，鬼吼鬼叫的就要前进。虽然表面上老是对自己的师弟很刻薄，实际上最关心师弟的就是他。他觉得大丈夫有仇必报，时不我待，自己的怒火根本不会因为对手而改变，好吗？几人争执的声音引来了保安的注意。刚才抢走耳机的2人这时候也钻出来，直接就开打了。但很显然，他们并不是几人的对手。黄趁此机会使用不可视进入内部收集资料。少女听到动静以后，站在楼上往下看，发现扎普这小子一个人就能碾压他们公司4000系列人形兵器，简直就是怪物。这时候黄已经来到了会议室里，拿走了耳机。少女召唤了枪械，对着黄开了枪，却根本什么都没打中，还被黄给触摸了心脏。黄告诫少女，他的确非常成功，说不定世界也能随他的心意掌控，但是可别得意忘形了，下次要是再做这样的事，自己绝对让他升天。基叔这时候正好开车过来，准备将他们3人接走，结果身后的大楼轰的一声变成了一个巨型怪物，摔了不过3秒就被杰特给救了。他是怎么救的呢？自然是使用了师傅当初教给他的方法，只要用斗流写法制作一个逆向炮体，就能让头泡在水里呼吸了。所以他刚才也用了这样的方法，让那个怪物中间的人头窒息而亡。虽然白忙活了一场，不过3人看到杰特的造型，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总之就这样，他们顺利的参与了布莱特的新年派对，日子也回归了从前。杰特的人气也变好了许多，因为他学会了利用自己的封神神术带给人们惊喜。索尼克平时除了雷欧和事务所的人以外，很少黏别人，但里尔是个意外，他特别喜欢爬到他的身上玩。里尔觉得大概是因为他看上去骨瘦如柴，战斗力一看就很低的样子吧。话没说完，他们就被小混混抓到了小巷子里敲竹杠。结果雷欧是真穷，有烟有味的找遍了，身上也就20块钱，惨遭一顿胖揍。在这座城市生活，免不了倒霉事儿。雷欧充满电力以后又站了起来，就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被飞过来的东西给砸了后脑勺。雷欧寻思，人不能这么倒霉，至少不应该这么倒霉吧。摔成稀巴烂的天降之物小丘滚到了雷欧面前，向他介绍自己也是一个超级兵器，用来对抗各种病魔的超级医生。雷欧凑近一看，寻思就你一个小球球，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超级医生？亚特告诉他，不是这边，是站在右边的小台子上。雷欧愣了，直接开眼看到了上面的跳蚤。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奇妙了，跳蚤就能当医师。交界都市的美术馆内，克劳斯带着多古以及监狱长爱丽丝一起陶冶情操。爱丽丝觉得自己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居然要带着一个 SS 级犯人在这里招摇过市。克劳斯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
已经将美术馆清场了，还希望爱丽丝能够鉴于她平时的优秀表现网开一面。刚才还气鼓鼓的爱丽丝看到多古朝自己笑以后，瞬间老脸一红。此时的公园里，逃跑的丽儿哭得稀里哗啦的，她觉得自己不该抛下朋友逃走，但她实在不想再被打骨折了。在她自怨自艾的时候，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个东西正是刚才的跳蚤医师正在寻找的格姆奈莫。格姆奈莫是一款拥有意识并且积极活动的超危险菌。雷欧挠挠头，实在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跟跳蚤聊上天。没想到跳蚤医师告诉他，你所看到的也不过是自己的武装罢了，它的本体甚至更小，它也是细菌。总之其他废话不多说，他们现在赶紧得把格姆奈莫给抓到，不然极有可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在这种危急关头，房东奶奶还找到了雷欧，需要他帮忙将自己的小猫哈特利西亚给带上来，这就需要身手敏捷的索尼克来帮忙了。这附近的道路难如迷宫，但只要有雷欧的导航，索尼克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有雷欧这双眼，何愁找不到小猫猫？扎普像往常一样带个街溜子溜到了餐厅，看到里尔以后，他寻思着有点眼熟，但又好像变了点，便想让他借给自己20块钱。当然还钱一事就落到了雷欧头上，但里尔并不愿意，甚至将他直接给扔了出去。发觉自己干了坏事的里尔一路跑到了小巷里。现在的他之所以有了这个能力，就是因为那天他跟那个奇怪的东西进行了交易，他不想再变得懦弱了，想要保护自己的能力。雷欧呼呼大睡的时候，一旁的跳蚤医师告诉他，自己的发明大功告成了，他就要用这小破烂玩意儿和雷欧一起拯救世界。雷欧寻思着锅怎么到自己头上了呢？再说了，这个拯救世界的玩意儿撞到自己脑袋就坏了，能有什么用？亚特觉得他格局太小了，弱小是一回事，能力又是一回事，你要相信自己。于是雷欧只能把他一起带到事务所来，询问史蒂芬有没有最近发生的骚乱事件。史蒂芬想了想，这座城市想不骚乱都难吧，最新的也只有扎普被送进医院的事了。史蒂芬询问跳蚤医生，细菌组织超强分化加速分裂菌术式是什么东西？跳蚤告诉他，简单来说就是能让生物巨大强化的技术。以那家伙的能力，估计不止让身体组织强化变大，估计还会设法让包括骨骼在内的身体构造一起自动进化。利尔在引发了一系列骚乱以后，被警方也盯上了，但是想要强行来逮捕他的警察也匆匆被揍扁了。过完美术馆，准备回去的克劳斯等人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一个急刹避免了伤亡出现，两个小屁孩差点就被飞过来的装甲给打飞了。多古赶紧将飞过来的警察给扔了出去，克劳斯赶紧通知史蒂芬，巨大未知生物正在惊动警官队进行交战。雷欧一看照片，寻思这不里尔吗？怎么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亚特赶紧告诉他，就是这家伙，你朋友80%已经被试了术士，要是继续这样加速分裂的话，马上他就会变成摩天大楼那么大的生物，但代价就是一切结束以后，痛苦会加倍奉还。当然他们这边没闲着，获得监狱长同意以后，多古直接就上了血之装甲朝对方袭来，没想到两人竟然打了个来回。史蒂芬只能尽量通知克劳斯，尽量避免和对方交手。表示了解以后，克劳斯便用枷锁将他给困住，让其他人赶紧离开此地。结果不到1分钟，那个家伙就再次分裂。为了保护克劳斯，多古只能对对方使用百裂拳将他打飞，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巨大的里尔。所有人都在逃命的时候，人狼小队正在聚餐，毫不知情。里尔往前走时，另一个现存巨大体福特马西夫为了保护交界都市，决定挺身而出。看到眼前比自己更加巨大的对手，里尔再次分裂，直至超过了福特马西夫的体型，所有人都看呆了。那家伙居然转身就逃走了，亏他们还搁这下注呢。此时里尔已经陷入了一片黑暗，他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只有被警队袭击之前的记忆了。他的负面情绪全都被格姆奈特给吞噬，与他的术士结合以后，才有了这样超乎想象的结果。他让里尔好好的看看位于顶峰的风景究竟长什么样，这是里尔从来没有见过的高度。现在的他已经强大到一脚就能踩死数百万人，轻易的就能将当初欺负过自己的人给收拾了。但里尔却说，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个，自己站到这个高度以后，什么都听不见，什么人都看不见了，这样的世界太孤独了。他后悔了，想要变回去，但格姆奈莫却并不同意，因为这一切都是里尔自己的选择。就在这些话的里尔陷入了沉思。虽然以前自己的瘦小总被人欺负，但见到的景色可比现在好看多了。还有一个愿意帮自己说话的朋友。雷欧和自己不同，虽然也会被人骂作小豆丁，但他每次都选择了反击。他无法原谅那是抛下对方逃跑的自己。醒来的他渴望雷欧能够来拯救自己。下来帮忙的政府部队已经全部都撤离了，但还有人没有放弃。秘密结识的众人依然在靠自己的力量阻止了他。这次里尔拒绝了格姆奈莫提出的行动，看到他们即使面对怪物一样的自己仍然毫不畏惧以后，里尔更加不会选择动手了。
他们乘坐战斗机来到了上空。雷欧即将进行一个最大胆的尝试，连接索尼克的视野，让他找到里尔。亚特医生给索尼克指路，但这家伙的体型实在太庞大了，雷欧已经快撑不住了。耐心坚定的格姆奈莫也决定剥夺尼尔的神经。好在距离神经完全被剥夺的最后2秒内，索尼克找到了格姆奈莫所在的地方，一枪下去干爆了他的系统，里尔也轰然倒塌。不过在打开的途中，他就恢复了自己身体本来的大小，没有对这个城市造成更大的损害，但他本人坠入了永恒虚空之中。这一次犹如分水岭般的巨大任务终于顺利完成。扎普忍不住吐槽某位因为喝酒喝得太嗨而没有参加任务的人狼，这是黄第一次在扎普面前低声下气。但该说不说，人狼姐姐的战斗力确实能干，直接将餐厅老板库里的酒全都喝光了。雷欧看不下去了，反过来怼扎普：“你小子这一身伤不都是为了骗钱搞的吗？也不知道是谁，这局压根没派上用场，还在医院里撩了3个护士。”黄就知道扎普这家伙绝对不靠谱。距离里尔坠入永恒虚空已经过去5天了，雷欧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在那边是否会觉得寂寞。索尼克拍了拍雷欧的脸，雷欧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朋友竟然爬出来了，不过变成了花生大小。里尔也不打算还原了，他觉得自己现在的身形就算是前段时间闯祸的赎罪，他现在的心态已经放平衡了，就算是这个身形所看到的景色其实也不差嘛。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被小鸟给叼走了。 KK 除了是秘密结社的成员以外，还是有着2个孩子的母亲，所以同事们都在激烈交战的时候，他在幼儿园里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参与合唱，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今天是公开课，所以母亲的她自然优先选择了孩子，也不是说自己的孩子就一定没任务重要，只是她很多次都没有去，再不去，作为一个母亲肯定就信誉扫地了。史蒂芬看他哭成这样，便勉为其难的同意了。等他一转身，长叹一声，惆怅的看着远方说：“只是那些死去的人，可能再没有办法见证自己孩子的成长了吧。”就这样 ，KK 再一次被道德绑架了。回到家就被自己的儿子批评说他是个大骗子，儿子更是一句话扎了自己的心：既然来不了，就不要再说让人有期待的话了。这时候 KK 的丈夫正好回家，听完了孩子们的抱怨以后，教育儿子：“妈妈可不会骗你，她所说的都是真心话。当自己想做却无法做的时候，无法履行和最爱的他的约定的时候，不只是他会难过，他们2个人都会难过。家人就应该一起承担痛苦。”丈夫很能体恤 KK， 知道他的工作不容易，便让他不要再消沉了。他的爱肯定已经传达给了孩子们，孩子们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KK 的工作到底有多重要。他们能像现在这样生气和欢笑，都是因为他的存在。毕竟他是这个世界的守护者嘛。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他也愿意和他们一起做家人。丈夫也很感谢他。KK 知道自己还有能做的事，于是花了大价钱要帕特里克帮自己改装远程狙击枪。所以即便他在参加孩子们的开放课，依然能够通过眼镜进行狙击，实在是工作家庭2不误的大好人。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 ，KK 流下了老母亲的热泪。本来以为任务已经结束的 KK， 这时候又收到了联络，说是敌方派出了装甲机械兽，足有12只，需要紧急援助。于是他们一脸怨气的杀进厕所里，用自己的新科技无人机 FV202将那12只机械兽给通通绞杀。等 KK 回到教室里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另一个孩子的家长。对方带着 KK 前往下一节课上班的地方。巧不巧，他家的孩子还和弟弟非常来电 ，KK 立刻露出了吃瓜的神情。难道这就是未来的儿媳妇吗？真不愧是你小子，比你哥能干。吃瓜吃的正香的 KK 再次停下了，而那头传来的联络声，没有什么比一个老母亲的愤怒更恐怖。他恨不得直接把那栋楼都给炸了。那时候又发生意外，半路上杀出个血界眷属，想用远程电子机械瞄准血族可就太难了，毕竟对方是连镜子都倒不出来的存在。他只能和孩子说声抱歉，必须赶往现场了。但是在那之前，他还是来到了弟弟身边，抱着他，告诉他自己爱他。这句话并不是在欺骗他。弟弟一下就明白母亲又要走了，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妈妈。KK 告诉他，被他讨厌自己也心如刀绞，但为了他自己才能够忍耐下来。儿子说完话了以后 ，KK 就往回走，在和刚才那名家长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才察觉到自己刚才有多么的粗心大意。这家伙没有影子，是个血族。另一头的史蒂芬也发现，他们要找到毒品贩子，竟然让血族来给自己当保镖。巧的是，这位血族正是那位孩子家长，他和 KK 2人想到一块儿去了。远程操控既能工作，还能陪孩子2不误。不过对方显然没想到遇到了滑铁卢 ，KK 直接将枪对准了他的后脑勺。对方表示自己和 KK 的想法一致，既然如此，不如就在这里厮杀一番如何？那边史蒂芬和机器人打得相当之焦灼，结果机器人忽然停了下来，让他钻了漏子，一冰锥给刺穿了。这是个怎么个事呢？这是因为孩子的天台上，女儿一来他就凶木起来了。这次战役算他输了，毕竟比起当保镖挣点窝囊费，不如陪女儿好好吃顿饭。这次事件过后，他决定带孩子转学，这地方算是不能待了。他知道女儿喜欢 KK 的小儿子，不过在女儿成为独挡一面的淑女时，再等到他去见对方吧。在那之前，他一定会好好守护她的。不过就那分开了又如何？现在可是科技发达的时代，他们照样可以在网上聊天。时代变了，老爸老妈们，所以
雷欧其实一个小黑也成为了网友，两个人时不时的视频通话聊聊天。聊着聊着，小黑就告诉雷欧，偶尔也主动联系一下妹妹吧。于是，在挂断电话以后，雷欧便给妹妹打去了语音。没想到一来就是个炸裂新闻，老妹儿竟然要结婚了！听到这一消息的雷欧直接吓得开了眼，和网吧所有人共享视野，吓到外面不明所以的众人爆发了一场大骚乱。等网吧被炸以后，老妹儿才告诉他自己想来交界都市见见哥哥，所以已经出发了。所有亲戚里面只有雷欧没有见过自己的老公了，于是他们就这样约好了3天后的下午2点钟碰面。雷欧灰不溜秋的回到事务所，告诉了他们这件事。史蒂芬觉得，既然他的妹妹与他的眼睛有关，那么他们就没有不去护卫的理由。到了这样第3天的下午，雷欧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妹妹。平常不怎么出门的 KK 今天也跑了过来，他真的太想看蓝毛的妹妹了。除了他以外，杰德甚至帕特里克和他的小助手以及卢西安的医生全都来了。扎普嫉妒了，这小子居然真没有人气吗？小子你就不懂了，这也是团宠的魅力。门打开的瞬间，兄妹俩就奔向了彼此，久违的拥抱让他们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妹妹摸了老哥的脸，总觉得太瘦了，让他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一番问候让一旁的老母亲落泪，拿着相机疯狂的拍。这时候一直被忽视的妹夫咳了2声，这才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老妹儿向哥哥介绍，这人是自己的爱人托比。托比这小子嘴跟抹了蜜似的，一上来说虽然没见过面，但自己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因为米歇尔每天都会提到他，说他是比任何人都温柔的强大男人，搞得他都嫉妒了。哪怕只说了一句雷欧看上去很普通，都有被米歇尔来给瞪。雷欧本来很介意妹夫的存在，但看到妹妹笑得这么开心，便没有说什么。就目前来看，没出什么乱子，大家准备离开，留下扎普保护雷欧。但只有雷欧才知道，这个妹夫根本就不是个人。当然，对方也明白雷欧的看到自己，于是，在雷欧借口上厕所以后，就立刻追了上去。对方自我介绍自己是戈尔莫兹博士，他的妹夫托比还活着。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调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神之一之。看到雷欧一副无能狂怒的样子，戈尔莫兹调侃道：“李加尔居然将这副眼睛移植到他这样普通的青年身上，实在是太残忍了。”李加尔正是将双眼移植到雷欧身上的眼科技师，他已经从妹妹身上听说了那双眼睛什么都能看得见，这就是雷欧的使命。从古至今，每当事件发生大事，神之一眼就会出现，这是历史重大事件中的监视者。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堪称历史上都未曾有过的超大型事件的见证者，竟然是他这样的普通人，实在算他3生有幸。雷欧忍不住怒斥道：“3生有幸个屁！”没想到一句话惹恼了对方，他反向控制了雷欧的眼球，这里所有的眼球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和雷欧提出了一笔交易，只要他给自己一只眼睛，就救他的妹妹。在这紧急的时刻，扎普不知道什么时候钻了出来，他的2位炮友搞出修罗场了，他想润走。不过雷欧的反对扎普，告诉他肯定没事的，你就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家人吧，毕竟你也是莱布拉的一员，不是吗？听到这话，戈尔莫兹更兴奋了，没想到这小子竟然靠这双眼睛混进了莱布拉，他觉得有气极了。随着钟声的响起，他们才觉得离开的时间有些长了，便收起了剑拔弩张的架势。回到妹妹的身边，雷欧这才想明白，妹妹那天为什么如此强势，一定要在今天下午碰面。他肯定已经知道了托比的真实身份，没想到妹妹独自一人面对这么恐怖的异形，他就感到心疼。这时候，史蒂芬给雷欧打了电话，告诉他街上出现了暴走的血族眷属。他告诉妹妹自己去就回，托比让他最好的今晚就回来，因为自己爱他，所以想要帮助他。雷欧听到这话恶心坏了，对跟随着自己的小机器人说：“那算什么？”戈尔莫兹告诉他，那并非他所说，而是托比本人的反应，他可是个实打实的大好人。聊到这里时，史蒂芬不让开车过来接走了雷欧，这只血族眷属的脑袋都被炸药给轰飞了，却依然没有停下来，反倒更加狂躁。他试图再生头部却失败了，看来并非长老级别。现在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变成了一头狂暴的怪物。戈尔莫兹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血族眷属了，所以显得格外兴奋。雷欧却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他不想让这家伙看到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史蒂芬他们还在拖延时间，但人家会极其狡猾，仅仅10秒钟就溜了出来。要是变成胎弹，可就麻烦大了。杰特和扎普2人合力将血族眷属瓜分成碎块，但在风暴眼中间，那家伙又开始重生了。大家都催促雷欧赶紧看对方的名字。为了保护自己的队友，雷欧只能选择配合他们，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戈尔莫兹看上雷欧，想要附到他身上。这件事他没有告诉大家，而是将他当作秘密一样藏在心底，转身就离开了。戈尔莫兹竟然猜到了克劳斯他们会打电话关心雷欧，毕竟刚经历一场激战，雷欧却一声不吭地走掉了。现在他们应该一段时间不会打过来了。他催促雷欧将手机扔到永恒虚空中，雷欧无奈之下只能听话照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妹妹。这时候索尼
尼克以极快的速度跑到了雷欧身边，给了他一个大逼斗，又快速离去了。当然，并没有被格尔摩斯发现。雷欧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决定破罐子破摔，试了一下，发现这家伙的义眼果然没有他的性能那么高，竟然出现了漏洞，那就有机会打倒他。雷欧直接绕到了小巷子里，故意挑衅那群小混混，在他们准备攻击自己的时候共享视野，但群小混混跑到了大马路上，让他们被泥头车撞死。格尔摩斯觉得他这样也太莽撞了，但殊不知一切都在雷欧的计划之内。这头克劳斯也注意到了不对劲，给雷欧打去电话，发现没人接以后，又翻开了刚才的消息，瞬间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条消息的最末端写着10-33，这是美国的警用代码，意味着自己遭遇了紧急情况。他意识到事态在暗中发酵，雷欧面临的将是位于他们知觉之外的战斗。雷欧抱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了酒店，这家伙竟然将房间内变成了妹妹最喜欢的湖泊边。格尔摩斯告诉他，这是托比的记忆，在这里他们可是经历了甜蜜的约会呢。雷欧再也绷不住了，直接尖叫着冲上去，将铁球扔了过去，很快就将对方的2个爪子给固定住了。和自己所推断的一样，视觉操作下进行了完全的隐秘活动，所以为了不让他人察觉，悄无声息。最好的，这就意味着这家伙很轻。格尔摩斯意识的不对，往后一看才发现莱布拉的人竟然全都在往这边赶。他决定不再手下留情，直接将雷欧扔倒在地，想要对他进行神经连接。雷欧拼尽全力反抗对方的暴行，遭受到的是更加惨绝人寰的对待，但每一下都避开了致命伤。格尔摩斯明白了，这小子让一眼高速旋转来夺取视野，在瞬间凌驾于他之上，这样做相当鲁莽，有可能连大脑都会被煮熟。那个时候，妹妹醒过来，闻到了空气中血的味道。格尔摩斯立刻将妹妹当做了人质，让她老实接受自己的手术，否则就将妹妹大卸八块。但他似乎太小看兄妹俩之间的羁绊了，妹妹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愿意看到哥哥死，所以朝对方撞了过去。雷欧又怎么可能逃跑呢？直接冲上去，疯狂的对对方使用头锤，将他的2手一眼砸了个稀巴烂。恼羞成怒的格尔摩斯决定直接将他们兄妹俩给杀死，然后夺走神之一眼。雷欧赶紧拦在妹妹身前，承受了如风般的袭击，鲜血浸透了地板，但雷欧还在坚持，因为这一次他看到了光，只要向着光不断前行，人类的灵魂就永远不会失败。此时的格尔摩斯还在嘲笑雷欧，区区人类怎么可能和造物主创造的神抗衡呢？下一秒，莱布拉众人便已经赶了过来，好好的给这家伙上了一课。经历了如此激烈的搏斗后，雷欧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了很久。克劳斯来看病的时候，米歇拉告诉他，自己第一次知道乌龟在构造上是无法回头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哥哥，就算因为害怕而无法前进，就算走投无路，也绝对不会逃跑，他会不断忍耐，找到机会就再迈出一步，所以他才一直称呼哥哥为自己的神龟骑士。等到雷欧半夜醒来时，克劳斯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那时候他说自己是个卑鄙的家伙，这件事发生在谁身上都很让人心痛，但他希望雷欧能换个角度来想，这双给自己绝望的眼睛成为自己的支柱，而深深的悔恨成为了绝不退让的爪牙。正是那一日的挫折，才成就了现在他这份强大，让他拯救了妹妹，也拯救了人类，这是事实，同时也是个卑鄙之人相去甚远。他干得很好，所以今后也请多多指教了。这时候，雷欧虽然被蒙住了双眼，什么都看不到，但他也能感受到来自手背上的温度。他知道是小白来看自己了。一段时间后，雷欧总算出院了，妹妹也差不多该坐飞机离开了。但雷欧并不打算去送行，就连扎布都觉得这小子是不是太冷血了？就算他不在，他们也能轻松搞定啊。雷欧表示，你根本就不明白。众人任务结束以后，回到了薇薇安的餐厅，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熟人。小黑回到了交界都市，结果刚来，身上的钱就被抢光了，所以之后他就会在薇薇安的餐厅打工帮忙。话音刚落，一个庞然大物就将餐厅给摧毁了。薇薇安两眼一黑，那怪物也在小黑的身后展开了血盆大口。雷欧嗷了一声，抱起大舅子开跑。今天的交界都市仍旧是和平的一天啊，不过有莱布拉在的话，大家就好好的躺平吧。